阿姆罗厉害还是吉拉厉害？这个算得上是日经问题了。我几乎每天晚上直播时啊，都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其实一般情况下，我真的不是特别喜欢讲关公战秦琼的事儿，除非啊我要水视频。但吉拉和阿姆罗的强度问题啊，还真是有点说头。今天就让我们稍微聊聊这个话题吧。首先呢，这两个角色就非常有代表性。阿姆罗是 UC 系的核心人物，论在剧中对联邦的影响力，估计啊只有林有德能压他一头了。论剧外对观众的影响力，那也只有老对手夏亚能跟他掰掰手腕。话说回来啊，光是林有德、阿姆罗和夏亚三个人就贡献了 UC 宇宙几乎60%以上的知名梗吧。再加上前一阵呢，阿姆罗的声优古武彻又整了一个大活，在柯南圈那边啊可以说是差评如潮，在高达圈这边呢却是符合人设，大家纷纷成为乐子人。呼吁新人声优苍月生重出江湖的呼声也是不绝于耳，李疯子恐成最大赢家。而另一边的吉拉呢，则是新一代高达粉丝代言人，高达 C 的扩圈带来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新高达粉，而这部分粉丝与老 UC 粉还有一定的冲突。至于这其中的原因嘛，大家懂的都懂啊，我这里就不赘述了。UP 身为看平成3部曲入坑的人表示，炒得真精彩，爱看，简直是勃勃生机万物警发的境界啊！作为由0079绘图转生而来的高达 C 的，在效仿了一定 UC 的设定同时呢，加入了不少偶像剧的成分，而男主吉拉也是延续了一定阿姆罗的设定，同时呢加大了其对感情线的描写。阿姆罗在中国一般被亲切的称为骡子，而吉拉呢则一般亲切的被称为鸡。你看看这俩人啊，首先都是家亲家处。阿姆罗他爸是研究机器人的博士，甚至是走火入魔那种，而吉拉的父亲呢则是研究基因学的博士，也是走火入魔的那种。阿姆罗和吉拉俩人呢，一开始都是理工科学生，在一场意外中捡到了一台机器人，并根据其操作系统将其命名为高达。也就是说啊，两个宇宙中高达名字的由来都是由两个学生驾驶员定义的。而感情戏方面，俩人则是走向了两个方向。吉拉的感情戏啊，大多数都涉及三角恋，比如说跟发小的未婚妻啊，比如说跟好友的未婚妻啊，比如跟与发小坦诚相待过的妹妹啊。卡加利这里啊，很多人老说啊，他与吉拉是兄妹来电，官方都说了没有暧昧，这个我不管啊，反正我看下来剧里边前期就是明显暧昧关系的。吉拉那边乍一看啊挺乱套，可阿姆罗这边就清静了吗？拉倒吧，只能说风景这边更好啊。阿姆罗这人啊，除了曾经对一些大姐姐脸红心跳过，很少对同龄少女啊有表现出那种真心的喜爱，更多的呢是关心照顾。富野导演在描写男女感情关系时吧，又有点抽象。像最终的阿姆罗啊，为啥突然就跟贝托蒂家亲上了？当时呢可是给我看的一愣一愣的。再加上阿姆罗在被联邦软禁期间，联邦那边呢又送来不少美少女来借种 ，UC 宇宙种马这头衔啊，这辈子算是摘不下来了。毕竟在富野眼里啊，战争剧的男主只爱一个女人，这是不合理的。咱们接着说阿姆罗和吉拉啊，俩人一个是高等级新人类，一个是超级调整者，从能力上来说呢，都是人上人的存在。不同的是，阿姆罗前期基本上都是依赖高达的性能，他也多次坦言啊，高达的 AI 学习能力太强了，我是被带飞的。后期随着阿姆罗技术慢慢的提升 ，RX78呀才渐渐跟不上他的反应的。而吉拉呢，则是相反，除了早期有一段时间浑浑噩噩的，不知道自己要为啥参战，实力呢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后边弗雷稍微给吉拉一点小奖励，让他学会了爆种以后，感觉就完全是吉拉在带着强袭飞了。这是俩人在早期战斗能力上表现的差异，这其实不奇怪啊，毕竟新人类与调整者是有着本质的差距的。新人类是人类到宇宙中后一点一点自然觉醒出来的能力，也就是说啊，是一种自然进化。而调整者则是在胚胎阶段就通过基因调整的手段把能力值啊直接拉满。也就是说呢，一个是靠变异，一个是靠科技。所以相对来说啊，阿姆罗的战场表现更多的呢是自己觉醒出来能力加上自己努力得来的，而吉拉这边呢则是天生神力，在一些情绪的诱导下会将这些神力发挥出来。那么二者有什么不同呢？区别就在于作战方式。由于吉拉天赋异禀，与 C 的宇宙中普通机师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再加上自由高达出力也是远超一般机体，所以自打吉拉上了自由高达以后，每次上战场都像在无双割草，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呢，实际上就缺一块少一块了。而吉拉后期呢又是大爱无疆主义，从不打驾驶舱，所以这个作战方式一旦被人钻空子，就容易大意失荆州。说白了就是太游刃有余了，遇到玩阴的就容易吃瘪。而且啊，吉拉后期其实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对自己的实力啊过于自信了，面对所有难缠的对手时呢，都是正面突破，就是要用技术打赢对面，甚至呢面对曾经戳中过自己的敌人，都会手下留情，朝着对面的 VPS 装甲打实弹，以表谦让。这一点呢，其实在新剧场版中啊有体现。吉拉在破防以后呢，跟那抱怨啊，你们太弱了啊，一切都是他扛下来的，一切都是靠他实力摆平的。然后呢，就被阿斯兰修正了，不是？战场上的骄兵啊，真的是大忌。而阿姆罗这边是什么情况呢？虽然前期呢是靠机体性能优势碾压过来的，但自打老虎、大魔这类可以针对高达的机体出现，以及像勇士这样能与高达平分秋色的机体登场，没有换机待遇的阿姆罗啊，那真的是靠自己的战斗经验和灵活的战术思路活下来的。
到了后期，面对那些搭载了赛克缪系统的敌人时呢，元祖更是时刻都处于劣势的一方，所以阿姆罗的战场行为与吉拉是完全相反。吉拉是能放过就放过，除非对面嘴实在是太脏了。而阿姆罗呢，则是能一枪击毙敌人，就绝不用两枪。要么2H78怎么会被吉翁士兵称之为白色恶魔呢？战场上看到阿姆罗呢，真的是肝颤呀。而阿姆罗的战术也是突出一个脏，各种丢装备骗锁，各种情报干扰，各种背地里打银枪，就连最稳定、最成功的强化人，在面对阿姆罗时呢，也就只能扔下一句就升天了。其实呢，在真正的战争中啊，没有什么脏不脏的，能最高效、最低风险的干掉敌人，就是最成功的战术。这一点，身为老兵的阿姆罗啊，可以说是演绎的非常到位了。这也正中了吉拉的软肋。只要双方机体性能差不多，阿姆罗的那几个阴人小妙招啊一耍，吉拉真的可能还没反应过来啊，就被初见杀了。毕竟当初飞鸟在雷的帮助下，稍微阴了那么几下，吉拉就吃瘪了。那更别提阿姆罗这个老阴逼了。当然了，这里说的啊，也是 C 的 D 中的吉拉。剧场版中被修正后的吉拉，应该是有一定改正自己轻敌的问题的，只不过改了多少，剧场版也没有体现，所以更多参考的啊还是 C 的 D 中的吉拉。那阿姆罗确实啊是有一些优势的，不知大家是否认同这一观点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偷高达、偷战舰、偷人才。腹黑女王的诞生与终端机，拉克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克莱因派，相信大多数看过 Seed 的朋友啊还是比较了解的。可是谈到终端机，别说了解了，有的人可能连这个名词啊都没注意过，毕竟他在剧中被提及的次数实在是太少了。但实际上啊，真正支持拉克斯与吉拉他们解决战争的，正是终端机这个组织。作为一个靠偷而闻名遐迩的组织，也是造就了拉克斯绝大多数黑料的存在。那么今天啊，就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个神奇的组织吧。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终端机与可莱因派之间的关系。可莱因派本身啊，其实并不是什么组织，而是对支持拉克斯父亲西格尔·克莱因的人们的统称。甚至可以说啊，这是在阿斯兰父亲萨拉一掌的打击下，被迫紧密联合起来的派系。而当拉克斯把自由高达交给吉拉以后呢，可莱因派基本上啊，就算是走上不归路了。但这里啊，大家有一个误解，很多人都以为啊，拉克斯的行为故意害死了他的父亲。实际上啊，拉克斯他爹西格尔在死之前就已经打算把可莱因派的大旗交到拉克斯手里了。由于战争的升温，支持萨勒派的激进人士啊越来越多，而西格尔面对这一局面呢，几乎是毫无办法，对吧？你看人家萨勒派手握兵权，满嘴民粹，无时无刻的不再突出调整者至上主义。可莱因派这边又能怎样呢？非暴力不合作吗？可当西格尔把目光放在自己的女儿身上时啊，他却惊奇地发现，拉克斯以他甜美的歌声以及呼吁和平的政治主张，拉拢了数量相当庞大的支持者。随着拉克斯说出靠武力来维持信念的主张以后呢，西格尔啊就已经完全认可了自己女儿的实力，并潜移默化的开始将派系中的资源倾斜给拉克斯。也就是说啊，就算没有偷自由的事件，可莱因派的武装斗争路线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只不过呢，拉克斯送高达只为知己一笑的举动，确实啊给计划猛踩了一脚油门，甚至是自己都没控制住的那种，也导致了父亲葬送了生命。而随着一战的结束，手握大量战争武器的可莱因派并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反而是在暗中收集各国的情报，梳理真正的战争支援。毕竟蓝宇宙啊，终究只是一个靠信仰支撑的组织，背后支撑他的那些幕后黑手还没有在一战中被根除。而在调查过程中呢，终端机这个情报组织啊，也就逐渐的形成了。不过与大家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的是，终端机虽然是由可莱因派成立的组织，但在收集情报的过程中呢，吸纳了大量包括联合军以及奥布等中立国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呢，终端机发展到最后啊，是一个国际性的情报组织。虽然可莱因派在其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但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私人军队的感觉。用咱们熟悉的叫法来说呢，它就是由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们所组成的一个联合阵线，在其中呢，还包括了衍生出来的军工厂组织啊，就叫工厂啊。终端机偷出来的强袭自由、大魔骑兵啥的，就是在工厂这里研发完成的。说到强袭自由啊，那就不得不提一嘴终端机最有争议的地方了，那就是从一些人眼中看来啊，它是既当又立的。大家都知道啊，在一战结束以后呢，Plant 这边上任了临时议长，大笔一挥，没有计较可莱因派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叛国行为，毕竟呢，他们也是为了和平嘛，这个呀也还算能理解。不过呢，这其实也为后面终端机的崛起埋下了伏笔。而联合与扎夫特签订了停战条约，其中就包括
括了禁止使用反中子干扰器的条目。也就是说啊，像自由、强袭自由这样的核能机，在纸面上呢已经是禁止研究了。而当时扎夫特的强袭自由啊，其实已经在研发了。扎夫特呢也算是守规矩，直接终止了强袭自由的研发，并按照条约规定呢执行裁军、减排等一系列条款。这也是为啥第2季中扎夫特更注重电池机的战场续航问题。可是呢，研究中的强袭自由却被终端机悄摸摸的拉工厂去了，并在2战战火不断升级的时候完成了强袭自由的开发，让这台搭载了反中子干扰器的纯种核能机重现战场。在之前讲解高达编号的视频中呢，我们说过，扎夫特为了避嫌，给命运这样的以核能为主、电能为辅的机体标以 ZGMF X42S 这样的编号，最末端的 S 代表第2世代，而不是 A， 也就是核能机。而可莱因派工厂这边开发的强袭自由编号却是 ZGMF X20A， 末端的 A 啊，就是大摇大摆的说了，我这个就是核能机，对外呢还要美其名曰这是延续了扎夫特的开发编号。这之间啊，就有一种蹩脚的感觉，一面是宣扬和平，一面是堂而皇之的违反条约，开发核能机连藏都不藏。而这些行为呢，在剧中呢也会全部归咎于拉克斯身上。当然也没错啊，毕竟拉克斯是可莱因派的领袖，也是终端机的代表人物。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终端机发展到后来啊，是一种同志之间的联合战线的感觉。它的运营逻辑啊，更多的是统合多方意见，以世界和平为目的来工作的。也就是说呢，他们是可莱因派思想的实践者，从1战到2战期间不断强化武力，在控制使用武力的前提下，想办法慢慢铲除 Logos 这样的幕后黑手的。而迪兰达尔的铲除手段呢更为激进，命运计划呢也更为极端。所以有些观众常说啊，迪兰达尔至少是提出了改革方案，有计划总比没有强吧。但实际上啊，虽然拉克斯是归隐田园了，但可莱因派可是一直以相对保守的方式在铲除这些幕后黑手的。只不过呢，这些大多只存在于设定之上，剧中很少有体现。这也是 C 的这部剧的弊病，很多该有的内容啊没有拍进去，导致观众对角色的行动有疑惑，甚至是认知偏差。福田这口锅啊，你还是背好了吧啊。那么以此倒推啊，我们就可以得知，偷强袭自由高达，暗中完成开发，并在2战中大显神威，其实呢就是可莱因派与终端机的底牌。之所以偷强袭自由，是因为他们知道 Logos 这个组织的存在；之所以完成强袭自由的开发，是因为看到了2战战争规模在不断扩大；之所以决定使用强袭自由，是因为发现了翼展的命运计划，确实它不合条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终端机的这一作为也确实是正确的。当然了，违反条约这件事啊，确实是终端机乃至于是拉克斯的黑点。但要知道啊，终端机可是情报机构啊，他发现联合依然在造核弹，打算报复扎夫特，而扎夫特呢也继续着各种反中子干扰器相关的技术研究。在明知所有人都在暗地里违反条约，做战争筹备的情况下，你还傻乎乎的跟着条约走，那不是等着幸福找上门的吗？所以说啊，结论就是终端机确实黑，但至少愿景是好的。而联合和扎夫特呢更是不干净。在这种局势下啊，能让世界继续和平，也确实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多多的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 UC 后期的机体为什么要小型化？从 UC0079 18米高的元祖高达，到 UC0093 22米高的牛高达，再到 UC105年28米高的科西高达， UC 系的机体啊在不断的体积恐龙化。而到了 UC0123年的 F91高达，机体高度却来到了15米。很多朋友好奇啊，为啥 UC 宇宙要突然搞机体小型化？今天就让我们来简单聊聊这个话题吧。首先要说说联邦为什么希望机体小型化，这个其实牵扯到 UC 100年以后的战争局势了。我们知道啊，当阿纳海姆做大做强以后，就不断的在暗中资助吉翁残党、新吉翁残党以及马夫蒂这些反联邦组织，其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军火生意能够延续。可就算是一直有阿纳海姆的资助，战争的规模啊也是在不断的减小的。就拿1年战争来说啊，可能很多人以为 MS 这种是很高科技的产物，生产1台都应该很困难吧，但实际上啊，就光在1年战争期间，联邦就生产了4000多台 MS， 而吉翁呢也生产了3000多台 MS， 这还只是 MS 的数量啊，而且是1年间生产的数量。对比一下，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但全球5代机搞了这么多年，差不多啊也才1400架左右，可见 UC 宇宙的生产力水平是有多么恐怖了。随后经历0083、0087、0088、0093、0096这几个关键战争节点以后，反联邦势力啊已经呈现出不断缩小的态势，而那成千上万的现役 MS， 光维护成本啊就成了一笔相当恐怖的开销。就这，阿纳海姆还一边给马夫蒂生产梅萨，一边给联邦生产古斯塔夫卡尔，希望通过5代机的量产，全面取代旧时代的机体，让业绩创新高。
可当时联邦现役的 MS 是个什么状况呢？看看这抽象的机枪拮钢吧，这武装直升机都能完成的任务，都要派 MS 来执行。联邦格纳库到底堆积了多少 MS？ 那根本不敢想啊。而阿纳海姆生产的巨型5代机又主打一个皮儿厚、馅儿大、成本高，这算盘打的呀，都直接崩联邦脸上了。联邦也不傻啊，随后便拍马启动自家的小体积任务化 MS 线。最为大家熟知的代表机体，那就是 F90与 F91了。更小的体积带来的是成本大幅度下降，模块化的组件代表着简易换装下的高泛用性，还摆脱了阿纳海姆这中间商赚差价，那真的是性价比十足啊。那么上面的大人物有把 MS 小型化的意愿，技术上又是否能支持呢？拿最核心的技术米沃夫斯基反应炉，也就是 MS 的核动力炉来说吧，在 UC 100年后的技术路线中，反应炉也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新型的反应炉储存了核聚变前的氦3等燃料，并用爱立场形成输送通道，使原料可以直接在反应堆中进行融合，极大增加出力的同时，反应堆的体积也可以大大减小。这一加一减之间，也就给 MS 带来了相当大的减重空间。与反应炉一起减小的还有米氏粒子悬浮装置，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米漂。早期 UC 宇宙的战舰都是靠米漂来实现大气层内的空中飞行的。具体原理呢，我在之前的视频讲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战争期间，无论是联邦还是吉翁，都在不断的尝试把米漂系统小型化。像 08M 小队中的大馒头阿普萨拉斯，就是对米漂小型化的一个尝试，只不过体积依然很大就是了。再来说说柯西，它的体积之所以如此之大，反而是因为当时的米漂系统初步完成了小型化，又没有那么小型的时候时装到了柯西身上，所以才使他不得已搞了一个28米的高度。这里顺带提一嘴后来设定中柯西是米氏粒子飞行系统，其实米漂和米飞原理差不多。设定上来说呢，米飞的优点主要就是可以抛弃5代机的大型装备，搭配米氏粒子控制器，就可以实现 MS 的巡航飞行了。时间往后推一推，据某位监督说F91中所有的 MS 都搭载了小型化后的米漂，而 V 时期米飞也是中高端机体的标配了。而他们的身高呢，普遍都是15米左右，对比柯西那一代那真是小很多的。除了动力炉和飞行装置方面的小型化，武器的发展更是重中之重。没错，说的就是 VSBR。在 UC 100年左右的战争中，随着爱立场和光束盾技术的不断完善，很多大型机和 MA 的生存条件都获得了极大的保障。一般光束武器对爱立场和光束盾可以说是毫无办法。为了能够突破防线，像大型火箭弹这样的实弹武器就成了很多 MS 必不可缺的装备。因为无论是火箭弹的碎片攻击还是震荡伤害，都是能相当高效的拆除爱立场生成装置的。之后就能够使用光束武器进行有效的杀伤了。而 VSBR 的诞生改变了这一攻守的平衡，它可以发射高穿透力的光束，一击就贯穿爱立场与光束盾。从此大型 MS 与 MA 在战场上就成了活靶子般的存在。相对来说呢，体积更小、灵活性更高的小型机在战场上的生存性能会更好一些。再来说说战场需求在1年战争那会儿，往往一支部队前脚还要在地球上驻守呢，后脚就被调到宇宙上反击了。在这种情况下机体的泛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呢，后边很多 MS 的发展都是往全地形、全应对状况发展。在这种堆料设计的理念下， MS 的体积也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大。到了 UC 100年初期，联邦所面对的反政府势力实际上在战争规模上是越来越小的，联邦的一些局部部队就能够完成镇压的任务。比如逆袭的夏亚中，看起来总帅好像是浩浩荡荡、势如破竹的，让联邦吃了不少鳖。实际上真正跟总帅交手的，也就是以铃铛队为主的地方部队。可以说总帅是打了一个出其不意，不然也不会获得这么大的战果。再加上 F90期间对 MS 任务模块化的试验，使得 MS 可以通过外挂不同的装备，就可以提高不同任务的适应性。地方部队的机体也越来越克制化，突出小而精，而不是大而全了。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大型的 MS 不好出模型盒子大、仓储压力大不说，对模型的关节把持力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再加上日本那边很多年轻人的住宅面积比较小，大型机从收藏的角度来讲也不讨好，所以机体小型化更是大势所趋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吉翁和联邦半斤八两，是不是有点太瞧得起吉翁了？我记得从很久以前开始各大高达主题的论坛里面，只要讨论到联邦与吉翁的战争，都会有人跳出来说联邦和吉翁就是大哥不像二哥，两边都不是东西。这句话乍一听没什么毛病，可仔细一想呢，吉翁何德何能跟联邦坐一桌？首先我们要承认一点那就是吉翁军中确实有着很多令人喜爱，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尊重的军人的。比如经典的吉翁好大叔系列，像是苍蓝巨星蓝巴、
与被称之为虎王的诺蒂斯。另外呢，像是为殖民卫星安全而战的巴尼，收留战争孤儿的多安，甚至是战场上互相放水以德报德的基层士兵，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血有肉的角色。当然了，这还没说人气最高的夏亚呢。咱们喜欢这些角色呀，很正常，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或是看到军人的光辉，或是能看到心系宇宙居民的信念，或是能看到让人津津乐道的骑士精神。但这跟吉翁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角色你放到提坦斯，放到蓝色波斯菊，放到阿洛斯，那也同样是会招人喜欢的。一个组织那么大，里面有不少正常人、老好人，那是很正常的呀。但我们不能说啊，因为这个组织里边有那些好人，所以这个组织就是正义的吧？拜有些个别剧目所赐，随着角色口中一句句“吉克吉翁”，一大堆所谓的大义与忠义，以及是男人就开扎古的梗流传开来，一些观众啊都开始觉得吉翁也代表着一种正义了。这吉翁是分你房了还是分你媳妇儿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回想一下吉翁公国本来的面貌吧。在 UC 宇宙中，宇宙殖民地早期啊一直是被地球联邦所压迫，而吉翁兹姆戴肯则以保障宇宙居民利益为出发点，建立了木佐自治共和国，并形成了早期的吉翁主义。注意啊，此时的吉翁主义与后来扎比家嘴中的那个吉克吉翁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啊。具体的差别啊，我在之前的视频介绍过，大家感兴趣啊可以翻一下看看。简单来说呢，此时的吉翁主义是一种想要保护地球生态、维护宇宙居民利益，同时预言未来新人类诞生的包容性极强且极富前瞻性的思想。代表鸽派的戴肯遇害以后，鹰派的扎比家成功上位，为纪念国父戴肯，将共和国正式命名为吉翁公国。扎比家的长子吉连扎比则通过一步步的政治斗争，慢慢掌握了吉翁公国的实权。他曾经以清除反对吉翁公国的势力为由，在国内发动了浩浩荡荡的大清洗，被清洗人数啊高达20万人。随后呢，为了根除反对派势力，还在国内实行举报奖励机制，并在 UC0071 年提出优秀人类生存学说。在面对联邦强力的经济制裁时呢，公国政府开始征收大量苛捐杂税，比如空气税、重力税、水税等等。这下啊，连国内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大量公民选择离开公国。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出，此时的吉翁啊，已经是不在乎什么所谓的为宇宙居民谋求利益了。他收拾起宇宙居民来，比联邦还他妈的不是人。随后啊，吉连还成立了只听命于他的元首卫队，完全架空公国首相。自此啊，扎比家的独裁统治也是完全铺垫完成。吉翁公国呢，也成为了彻彻底底的独裁政府。这个吉连扎比啊，相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那基本就是傅爷笔下的某个落榜美术生了。而1年战争的开端就是伊菲修岛作战，吉翁向塞德尔伊菲修岛灌入了 G3 毒气，屠杀了一整个卫星的居民，并将卫星砸向地球，造成了近50亿人的死亡。随后在1年战争中，为了补充兵员，吉翁还在国内开展了强制征兵，就连公国内的滞留人员与殖民地的公社员工都被强制入伍到吉翁。最常见的逼迫手段呢，就是以家人为人质。这就是吉翁的大义哈。可以说啊，吉翁公国在原设定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打着吉翁主义的口号，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压榨、奴役宇宙居民，实行侵略战争的邪恶组织。你拿它来跟联邦比，说这俩半斤八两，那真的是多少有点冤枉联邦了啊！联邦是腐败啊，是病入膏肓，但它至少是一个保证了基本民生的合法的执政政府。你要说他与吉翁，不好说谁是正义的，那就好像说啊，腐朽的大清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不好说谁是正义的一样。这屁股简直是歪到18层地狱去了啊！当然了，这也主要是因为后面的一些作品中，编剧屁股就是歪的，结果把观众也给带歪了。比较典型的呀，就是0083和1年战争秘闻录。不可否认啊，这2部片子啊都是有一定的优点在里面的。比如呢，0083一流的手绘动画水平，以及对 MS 极为细节的描写，或是战争秘闻录中对一些基层战争的场面刻画，都是非常有看点的。但它通过镜头、音乐与台词，对1年战争双方势力的正义性进行了极大的扭曲，这个呀，则是骨子里的问题。说起来啊，前些年还有一个吉翁帝国滑稽团美少女带你入伍吉翁的游戏，那更是抽象的没边了啊！至于网飞要出的那个复仇的安魂曲，证据还没出呢，先不评价啊。反正目前 PV 来看啊，前景不容乐观。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为什么很多人把逆袭的夏亚当做 UC 故事的结局？这也算是我做直播这么多天来最深刻的一个感受了。基本上啊，绝大多数的观众在讨论 UC 纪元的故事时，都是以 UC 前100年为主的，尤其是0093逆袭的夏亚算是一个分水岭。讨论 UC 0096独角兽啊，都有种讨论外传的感觉，尽管官方是给他转正了的啊。100年后的 F91、海盗、高达 V 以至于 G 救世主，只有一
小撮观众啊热衷于他们的故事，甚至啊现在还在等待续集上映的《闪光的哈萨维》，他的热度啊都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很多人说啊，那还不是因为 UC 100年前拍得多，大家才喜欢看的吗？其实啊也没这么简单，大家喜欢看拍得多，大家更喜欢看拍得更多，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事儿，它并不是这件事的本质，只是现象。首先啊 UC 100年后人气骤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呢就是角色的断层。不知大家发现没有啊， UC 100年前的3个人气巨头，他们的故事啊基本上串联了该时间段内的整个 UC 宇宙。没错啊，说的正是阿姆罗、夏亚与林有德。他们于0079中初登场，便积累了相当大的人气。在随后的0087高达 Zeta 中，主角卡缪更是这3个人轮流带大的。而 ZZ 虽然只有林有德登场，但他作为紧挨着 Zeta 播出的剧目，也是通过林有德将2部剧紧密的联系了起来。而逆袭的夏亚更不用多说啊，堪称这3人的荧幕秀。就算到了0096独角兽中，夏亚也是以尾鸭的身份玩了一个借尸还魂。布莱德呢也客串了不少重要的任务，阿姆罗也要时不时通过遗像的方式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可以说啊，虽然每部剧都是新剧、新时间点，但由于呢有这些老面孔的出现，至少会让老观众们倍感亲切，让新观众们呢也能够见识到这些大名鼎鼎的耳熟能详的角色。而到了 UC 100年以后， UC 宇宙在角色带动方面啊就出了严重的断层，剧中对前100年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只字不提，只有海盗里边呢，杰多老爷子还会时不时出来露2手。可惜啊，海盗目前还处于每年4月1号都会公布动画化的状态，只有漫画确实很难扩圈。像 F91和高达 V 其实完全可以让60岁或者是80岁的卡缪与杰多以老者的身份出来讲讲故事，带带新人，那都是很好的，也算是原始3巨头的精神借由他们之手传递到了下一代。就算是0105年的哈萨维，按照他是贝托蒂加子嗣的后续来看，也完全可以让贝托蒂加拉着阿姆罗的孩子，抱着阿姆罗的遗像哭2鼻子，调动一下老观众们的情感吧。可惜啊，这些都没有，只有林有德那听话的好儿子哈萨维苦苦支撑着全部纽带的作用。最近の子供はどうしてこうわがままなんだ。うちの子はもっと素直だった。ハサウェイ。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讲断层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参战势力。UC 前100年啊，基本都是联邦与吉翁参打，新吉翁参党的战斗。可以说呢，两边的派系与故事那都是一脉相承的，里边的很多高层角色势力组成也都是紧密相连的。就比如吉翁啊，你别看他散了又聚，聚了又散的，扎比加呢也早早在0079就被忠臣夏亚给灭门了，但就靠着扎比加那活下来的独苗汤小美，加上部分继承了戴肯理念的夏亚，以及新晋人气角色哈曼的支持，甚至到了 UC 0096年，汤小美还转正当了女主角。喜欢高达的老观众啊，在看这些故事时呢，会感到历史的延续，有一种想要看到他们结局的欲望。而慕名而来的新观众也一眼就能看出，这就是那帮胶老整天喊的吉克吉翁啊。说白了啊，这也符合新人看剧时的预期。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啊，当阿姆罗与夏亚消失在宇宙中，当新吉翁最后的进攻被瓦解，当宇宙突然被人性的光辉所点亮，逆袭的夏亚基本就标志着 UC 故事宇宙的完结了。随后的独角兽呢，虽然续了一个新吉翁残党，但也难免啊有点狗尾续貂的感觉，再加上对人物刻画以及对新人类的描写比较有失水准，所以呢，很多老粉丝至今都不愿意承认独角兽是正史，你们万代懂什么高达？而 UC 100年后的故事啊，什么马夫蒂啊，什么宇宙贵族啊，什么赞斯卡尔帝国呀，虽然冲突双方的主体啊还是地球联邦与宇宙居民，但总给人一种你们是谁呀的感觉。虽然导演想要跳出舒适圈来展开对新势力冲突的描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但可惜啊，各种问题，比如人物、故事，甚至于是子宫像啥的啊，这些综合下来呢，使得观众很难接受这些新兴势力，这一点呢也是不得不承认的。最后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鸡舍审美的断代。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高达出了这么多分支宇宙啊，像是 UC、W、G、Z、00、AGE、铁血，他们的大多数鸡舍，你基本只要看一眼就能分辨出它属于哪个宇宙的。哪怕很多宇宙的鸡舍作者都是同一人，我们也能从鸡舍风格上一眼看出差距。但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最有意思的是 UC 前100年的机体与后100年的机体，你也能一眼看出他们的差距，就仿佛啊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宇宙一样。哪怕是外传机体有不少是魔改风的，你也一眼能看出它是否是100年前或100年后的。这里面啊，一个是100年后的机体普遍小型化了，一个是鸡舍作者有意根据故事背景与公司上层的决定，将鸡舍做出差异化，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不同的人群。然而说实话啊，在我认知中 UC 机体最大的魅力啊，就是那种极强的工业风格，液压杆、动力管、传动装置的刻画，各种接近人类使用的实弹武器、爆破武器的运用，
甚至是很多机体所带来的厚重感，都是能让我一眼认出 UCC 机体的特征。而这些到了 UC 100年以后呢，就基本消失殆尽了。尽管有的机体啊还会有些许的液压杆、动力管，但它们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偏向未来科技的外形设计，甚至是一些奇葩的造型特征，也很难让我从心里边认同它们是 UCC 机体的后续。事实上啊，从富野的角度来讲，他当初就是不想再拍高达了，就是想另起炉灶拍新的 IP。怎奈呢，高层觉得高达太赚钱，强行把这些原定为新系列的动画全都加上高达标签。你要是结合这一层面啊，其实倒也觉得不奇怪了。UC 100年后的这些故事，完全可以当做独立的机器人动画来看。它无论是人物、势力还是机体，都跟高达没半毛钱关系。但偏偏啊，被万代定义为高达 UC 的续作，这么做下来呢，没有割裂感才奇怪呢。你觉得是不是这个理儿？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